大家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学 REX 赛队的薛瑞，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赛队通常用到的几种传动方式。首先介绍一下传动的定义。传动是指机械之间的动力传动，通俗点说就是如何把我们电机输出的动力传递到我们的轮子和滚筒上。而我们常用的传动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齿轮传动、带传动和链传动。我们先来看齿轮传动。齿轮大家应该都见过，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它的优点。一是高传动精度和高传动效率，一般来说齿轮的传动效率接近于100%。二是齿轮传动可以实现多样化的传动，齿轮传动不仅可以实现平行轴的传动，也可以实现相交轴、交错轴之间的传动。而齿轮的加工方法，我们赛队目前用到有两种，一种是金属线切割，另一种是 3D 打印。金属线切割主要加工圆柱齿轮，也是我们平常最常用的齿轮。而 3D 打印则可以加工目前工程上用到的各种齿轮，但是强度相较于线切割来说较弱，但是也足以满足我们平常的设计使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带传动。带传动的优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吸震没有噪声，其次是适用于长距离传动。带轮的加工方法主要是 3D 打印和网上购买。我们赛队常用的是 3D 打印，因为我们的轴各种各样，有方轴、圆轴以及六角轴，因此需要不同的孔与其匹配，而市面上的带轮一般都是圆孔，因此我们平时用的带轮主要以 3D 打印为主。最后介绍一下链传动。链传动与带传动都适用于长距离传动，相较于带传动，链传动有两个优点，一是安装时不需要预警力就可以安装，二是链传动可以传递很大的扭矩，也不会出现滑齿的现象。而链轮的加工方法，我们通常选用 REX 提供的官方链轮组件或者 3D 打印两种方式。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齿轮的画法。在 SolidWorks 中，我们的齿轮主要有两种画法，一种是几何法，另一种是参数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几何法。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齿轮的四个圆的一个定义。就四个圆分别是齿顶圆，从外到内分别是齿顶圆、分度圆、齿根圆以及基圆。齿根圆和基圆的话，它们的大小关系是根据齿轮的齿数确定的，这个大小关系不确定。实际绘画过程中，我们就依据我们这个表格得出来的参数进行绘制即可。为了绘制齿轮，我们做了一个 Excel 的一个计算表，就是上面黄色区的是输入计算参数，下面灰色就输入了四个圆的值。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输入参数的意义。首先是一个中心距，中心距代表着我们两个齿轮之间传动轴之间的距离，然后再加上大齿轮齿数和小齿轮齿数就是我们定义的传动比，定义一个齿数。然后压力角的度数的话，我们一般都取为20度，这个是定值。在确定完中心距、小齿轮齿数和大齿轮齿数之后，下面的表格中就输出了小齿轮和大齿轮齿顶圆直径、分度圆直径、基圆直径以及齿根圆直径的数值。我们这里就以小齿轮为例，画一个小齿轮。打开 SolidWorks， 新建一个零件。首先把单位选为毫米，选择前视距离面进行绘图。进入草图之后，首先我们要画出四个圆，分别对应齿顶圆、分度圆、齿根圆和基圆。然后将它们设为构造线，然后对尺寸进行标注。齿顶圆是31.667，分度圆是30，基圆是28.191。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基圆是比齿根圆要大的，齿根圆是27.917。然后我们做一根中轴线，起点是圆心，终点是与分度圆相交。
然后选择圆心起点起终点画弧，以中轴线的终点为圆心，与分度圆的交点为起点，以基圆的交点为终点进行画弧。刚刚基圆应该是第3个圆，这里画弧，然后作为构造线，然后继续还是圆心起终点画弧，以刚刚的交点为圆心，以持定圆为起点，以基圆为终点进行画弧。同时需要让这段圆弧与我们的中轴线与分度圆的交点重合。这里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多余的约束。这个地方的数值是不能有的，删除掉。然后使它与点重合。重合之后，这条弧线就是我们的一个渐开线。其实我们画的其实是一个1/2的尺形，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把1/2尺形的范围画出来。首先画一个构造线，规定角度，构造线这条构造线与中轴线的角度应该是360除以36再除以4，这个角度就是360度除以尺数，然后再除以4，就是一个1/2尺形一半的一个角度。然后我们镜像实体，将这根线关于中轴线对称，如图所示。然后我们开始补，把剩下的尺形补出来。首先是持顶圆，采用3点圆弧。然后是让该3点圆弧与它相等。在下面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尺根圆和基圆的关系，就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尺根圆它是小于基圆的，但是渐开线它的起点是基圆，所以尺根圆和基圆之间这个距离我们是用直线进行补充的。我们做一条直线，同时让这条直线与圆心重合，然后剩下就开始补足尺根圆的弧线，与刚刚补持顶圆是类似的，选择然后相等，这样一个1/2的尺形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择镜像实体，把1/2的尺形关于这条对称轴对称，这样我们就得到一整个的一个尺形。然后再选择圆周阵列，参数即为原点，阵列实体就是我们这一个尺形。在选的时候，就是这个尺形的所有线都要选上，不要漏掉。然后我们的阵列格数是36，然后点确定。这个时候我们一看到尺形，整个齿轮的尺形已经形成了。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拉伸凸台，给定一个厚度，我这里给一个5吧，5毫米，然后点确定。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齿轮就已经完成了。之后我们根据就是我们用的轴的一个形状，然后就是对它中间这个孔进行加工就可以了。齿形我们这里已经画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2种画法，就是一个几何参数的一个画法。就是我们这里需要用到就是渐开线的一个参数方程。首先它的 x 是由分度圆的半径基圆的半径乘以 t 乘 3t 加上 cos t， 然后 y 值是分度圆的半径
基圆的半径乘上 sin t 减去 t 乘 cos t， 就是这个 RB 是基圆，然后我们再进入 SolidWorks 进行一个参数法绘制，同样是打开新建一个零件，同样是首先我们要还是选择毫米作为单位，也是在前置距离面上进行草图绘制。第一步跟之前一样，还是绘制4个圆。还是直接我们先绘制一个，这样吧，就是这2种方法的不同点在于，就是我们的第一种画法是我们直接绘出了齿形，然后对它进行直接拉伸形成的。在参数法绘制的话，我们是需要先画一整个圆盘，然后对它切割，把它切出来一个齿轮。然后首先我们就需要先画出来齿顶圆，来看一下齿顶圆的直径是 31.667， 31.667， 然后拉伸凸台，这也给它5毫米。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它的一个基体画出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基体上进行切割操作就好。那么就选择它的上表面进行草图绘制。草图绘制。之所以说是参数法，就是这里我们需要用到 SolidWorks 一个比较强大的功能，就是样条曲线里面有一个方程式驱动的曲线，点开，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参数性，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x 和 y， 这个时候我们就按刚刚给出的这个参数方程进行计算就好。首先我们看基圆的直径是 28.191， 那半径就是 28.191 除以2乘以括号 t 乘 sin t。sin t 这里记住这个 t 是要被用括号括起来的，这是 SolidWorks 里面的一个标准，然后加上 cos t 乘这里应该是 sin t 加上 cos t， 然后复制一下。那这个地方应该是 sin t 减去 t 乘 cos t。这个参数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参数它的 t 其实是一个角度，我们这里就取从0开始到4/π。可以看到这个渐开线已经被我们画出来了，这就是它的一个渐开线。但光有这个渐开线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把其他的齿形补出来，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其他的几个圆画出来。同样的也是基圆、齿根圆以及分度圆。然后同样的是要把它们作为构造线，同样进行尺寸的标注。分度圆是30，基圆是 28.191， 齿根圆是 27.917。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做一条中心线，然后连接的是渐开线与分度圆的交点，然后同时规定这条渐开线为水平。水平之后，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要切割，所以我们是要将这个渐开线旋转实体，然后旋转中心就是圆心，角度的话就是还是360度，
除以尺数除以4。然后选择镜像实体，就是这是间开线是2条，就是一个尺形肯定是2条间开线，我们需要把它关于这个中心线进行镜像，点确定。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切割的尺形已经大致成型了，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尺形它是要落在齿根缘上，这个地方因为齿根缘它是小于基缘的，所以这个地方同样用直线补齐，同样让这根直线与我们的中心点重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让这个点把它固定一下，再选择重合。然后把它对称下去，镜像实体。其实我们刚刚应该是先进行这一步操作，然后再将间开线和这个直线一起镜像，可能是会更方便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切割的尺形补足，3点圆弧连接这2个点。选择相等，还是3点圆弧。外面的话，因为是切割，所以我们这个只需要把它封起来就好，这里就随便画一条圆弧就可以了。然后特征拉伸切除，然后选择完全贯穿。这个时候一个齿的间隙就被我们截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只需要选择草图阵列、圆周阵列，方向的话就是这个圆的圆心，就是这个圆盘的一个叫什么垂直这个面的一个中法线。然后我们要镜像的就是这个拉伸切除这个命令，我们的尺数是36，所以间隙应该也是36。对，我们看一下，好像刚刚那个应该是选错了，我们看一下，应该特征和面不是图达拉伸，应该是我们这个拉伸切除，确定。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尺形也出来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2个尺，我们可以看到这2个尺数就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2种方法，可以看到我们第一种方法几何法，我们是先画出了所有的尺形，然后将尺形直接拉伸凸抬成了一个齿轮。而第2种参数法，我们是利用了 SolidWorks 中样条曲线里面有一个方程式驱动的曲线，由那个方程式驱动的曲线，我们输入间开线方程之后，它就可以直接生成间开线。相比于第一种，我们通过几何方法来画间开线，相对来说是简单一点。但是对于第2种画法来说，间开线方程它画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它那个线其实是蓝色的，就代表它是未定义的，这就是会给我们后续的画图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困扰。就比如刚刚我画那条直线的时候，就发现当那个直线如果那个点不固定的话，那个直线就会飘走。画图的话大家看自己的需求，选择这2种方法。而且我们赛堆内也会提供生成表，可以直接由生成表输入参数之后直接生成齿轮出来，就不需要我们自己画了。接下来介绍一下如何在 SolidWorks 中对同步带轮进行如图所示的一个带轮的一个绘制。同样的，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设计的一个同步带轮的计算手册。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手册该怎么用。首先第一栏是一个同步带的类型，这里我们赛队一般用的是 H3M 和 H5M 这2种类型。这次绘图的话，我会选用 H5M 这个类型作为绘制的一个例子。然后其次就是大带轮尺数和小带轮尺数，我们在设计一个同步带传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确2个点，一是传动比，2个就是这2个传动轴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中心距，也就是说这3个量是需要我们提前确定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设计一个中心距为300毫米，然后传动比是3:2的一个带轮传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设大带轮的齿数是60齿，小带轮的齿数是40齿，然后中心距就是300。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皮带齿数，它是170.17，就是说给淘宝商家发订单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我们的齿数是多少齿。那明显的就是这个齿数肯定要是一个整数，所以说170.17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用皮带齿数来反推中心距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170.17的话，我们就取170。这个时候它出来了一个中心距是299.58，我们把这个中心距带入这里，就发现皮带齿数变成了170。所以说我们在绘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设计的一个300毫米中心距传动比为3:2的一个带轮传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60齿一个大带轮带一个40齿的小带轮，同时把中心距调节到299.58就可以了。这是皮带的选型。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带轮该如何绘画。这个时候我们就以大带轮为例吧。大带轮的话，这里有一个同步带轮齿形的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些 x、r1、r2、phi 以及这个 hg 这个齿高的一个定义，计算手册也都生成了这些数值，我们只需要在 SolidWorks 中把对应的数值画出来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SolidWorks 看一下如何去画。还一样的，新建一个零件，首先把单位选成毫米，然后前视距里面绘制草图。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画2个圆，一个是结圆，一个是齿顶圆，也就是它的外缘。同样的，需要把这2个圆作为构造线，然后标注尺寸。可以看到它的捷径，也就是外缘的直径是95.493，也是结缘是95.493，外径是94.349，画出外缘和结缘之后，我们要做一条中轴线，中心线交结缘。同样再做一条中心线，这个中心线是为了规定带轮的一个齿形的一个范围，然后径向实体。因为我们画的是一个 H5M 的一个类型的一个带轮，所以它的一个齿形就是跨距，它是那个弧长对应的是5毫米，也就是说这2个点之间圈的这个弧长是5毫米。注意这个弧长该如何去就是标定尺寸，就是选择它的这个圆弧的起点，再选择终点，然后再点一下中间这个圆弧，这样就可以对它的弧长进行修改5毫米。然后把这个范围定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齿形。这个齿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对称的齿形，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右半部分绘制出来就可以。那首先要画一条水平的一个参考线，选择无限长度。这个水平线就作为这个齿槽的底部，那么它距顶部的距离呢，我们这里先把顶部这个点把它标出来。它这个距离就是 HG 大带轮的话是2.052。然后是一个短线，在底部的一条短线的距离。这个距离是 x 0.081。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做一条中心线，作为一个它就是这里这条短直线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约束，它的角度是2度。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开始画两段圆弧，首先是 R1 这个圆弧 ，R1 这个圆弧是切于就是上下的两根短直线，所以它的半径是 1.438。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切线弧，选择这个点，再选择这条线，它的尺寸是 1.438。同时要规定它与这条线是一个相切的状态，然后之后再补充短直线，然后3点圆弧补充剩下的尺形，也就是它的外缘的这个尺形，选择与外缘重合，这个时候再指定最后一个小的 R2 这个圆弧 ，R2 的尺寸是 0.488，也就是这里打一个圆角，先给0.488，好点，确定。这个时候，这个带轮一半的尺形已经生成好了，我们只需要关于中心再镜像一下就可以了，镜像实体。这里一共是有1段、2段、3段、4段，注意这里还有一段5段，总共有5段，然后镜像轴就选择这个中心线，确定。这个时候一个尺形就已经画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用圆周草图阵列把剩下的尺画出来，它的旋转中心就是这个圆的中心，然后选择的阵列的一个实体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尺形，这里就要小心，就是一个一个点不要漏。然后是60，我们是大带轮是60尺的，可以看到预览中黄色的线已经把整个围起来了，然后确定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带轮的一个尺形就已经生成了。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拉伸就可以了。拉伸这里注意，它默认选的是这种，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轮廓有问题的，就是我们需要重新给它选一个轮廓。我们选择内轮廓，就是这个黄色它因为是一个薄壁特征，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薄壁特征点掉就可以了。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两侧对称，因为我们之后会给这个带轮加翻边，所以这里用两侧对称是比较好的。好，确定，厚度就选10毫米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它一个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加一个翻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它的一面上做图，然后另一面对称过去即可，那就是做一个圆。这个圆的尺寸的话就跟比外缘大 1.5 毫米即可，然后选择拉伸，拉伸厚度2毫米吧，2毫米就可以。然后这个时候添加一个倒角，注意是倒角不是圆角，倒角。倒角它的大小就选择 1.5 毫米，然后角度就是45度即可，然后确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它这个翻边的根部就是与外缘是相切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刚刚那个圆的距离与外缘距离是 1.5 毫米的原因。然后接下来就是前视基准面，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因为是两侧对称，所以前视基准面就在这个中间的位置，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直接选择前视基准面，然后再选择镜像，然后将我们要镜像的特征，这个倒角还有这个拉伸镜像过去即可。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一个带轮就已经完成了。同样的，我们根据我们所用的轴的一个形状，就是对中间这个孔进行一个切除拉伸的操作，这里就不再画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设计各种各样的孔的形状，去适配轴。以上便是带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